夫人，给婆母请安。女君今日问安，为何迟来？儿媳和南君去给祖母请安了，所以来迟了。女君这话的意思是尊了太夫人，便可不尊夫人？今日是我之过，女君知错便好，夫人宽容，也不多为难女君。只是夫人这一早便等着女君前来问安，可是总也等不到，已知到了现在都还没有用饭。女君可下庖厨，为夫人做一碗羹汤。怎么，女君不愿？不敢。儿媳下厨为婆母做羹是分内之事，只是我今日确有不便。祖母令孙媳手抄一份《无量寿经》，经文繁浩，即便是日夜赶工，也未必抄得完。哼，你这是要拿婆母出来压我啊？儿媳不敢，只是儿媳想，祖母之愿，应是婆母之愿，所以儿媳不敢怠慢。况且这抄经理应如素，庖厨乃是荤腥之地，此刻进出恐怕会不洁。不如这样，待我抄完经之后，再为婆母行侍奉之事。若是婆母无事的话，儿媳就先告退了。你还说他不敢？我看他敢得很。去，让仲林过来晚上吃饭，我要亲口问问他，他是要那好媳妇儿，还是要我这个母亲？是。母亲今日叫我前来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我给你做了新鞋。从前你哥哥伯公啊，就是这样，每次回来啊，都要穿我给他做的新鞋。快试试。仲林啊，但这乔家与我们魏家只有血海深仇啊，所以这乔女一进门，我就心生厌恶。可是楚玉她一直劝我，要让我好生相待，不然会把你夹在中间，很难做人。这些年，你政务在身，我身边无依无靠，只有楚玉能给我解忧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纳楚玉吗？他若入了你院，还能陪在我身边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楚玉咱也是知根知底的，他总不会害你吧？你说是吧？母亲的意思我明白了，但此事我需回去考虑一下。看什么呢？要给祖母抄写的《无量寿经》。这盒子以后不许碰。南君不说，我也不会碰的。我刚才只是不小心疏忽了。这是新鞋啊，母亲特意做的。南君既然已经穿了新鞋了，不如也试试我做的。倒是合脚。那婆母这双我就先收回去了，我也回去好好学习精进一下。好。你对我倒是体贴啊。侍奉夫君理应如此。那今日为何母亲让你做一碗羹汤，你却推三阻四，还用抄经作为借口，趁机离开？抄经
确实是借口。但是不做汤羹并非我本意。什么意思啊？今日江老突然让我做羹汤，可是我在家的时候太过懒惰，没进过厨房，完全不知道该从何下手。旁边也没有人教我，只怕我敢做，没有人敢吃。那你当时直说就好了嘛。我深知婆母对我厌恶之深，那时在城外3日不与我进城，后来还派人将我赶走。若是现在跟他说了实话，恐怕他也会觉得是我在找借口推脱他，反而对我厌恶更深了。这种事儿你记得倒是清楚啊。城外3日风雨看遍，绝对不会忘了。那既然你明白了母亲的心意，她有件事要我做，就交由你直办。南君有什么事尽管说。母亲要我纳郑叔为妾。那南君是想让我回绝？不，是让你去操办。南君真的要纳郑叔吗？之前不是说南君顾及女君的颜面，坚持不纳妾吗？怎么现在不顾及颜面了？是我想错了，我俩本非寻常夫妻，他又怎么会对我有情分？之前拒绝叔伯们的纳妾之言，可能就是害怕他们以纳妾之事做文章，拿我出来挡箭罢了。可笑！女君，那这鞋还改不改了？改啊，为什么不改？这事怪不得别人，要怪就怪我自己没想到那一层。难道真的要纳郑叔啊？婆母喜欢郑叔，就要纳郑叔为妾。我虽然不得婆母喜欢，但也不能处处被人拿捏。既然他想要拿捏我，那就别怪我找一个能拿捏他的人。太夫人，女君来了。祖母，不是说好了不要每天问安的吗？祖母心慈免我问安，但孙媳心里全是孝心。今日前来，确实是有一事要问祖母。那就说吧。孙媳为祖母抄写佛经，却忘了问祖母喜欢的字体。篆书古朴，隶书厚重，草书张扬，楷书娟秀。孙媳不敢擅专，就每一种都抄写了100余字，任祖母挑选。那就楷书吧。啊，还有一事要劳烦祖母，就是再选一种字体，作为南君纳郑叔的纳妾文书之用。孙媳经验浅薄，不敢擅作主张，便来请教祖母，怕给南君丢了颜面。你今天是来跟我倾诉委屈的是吧？孙媳不敢。你要有话就直说吧。先前南君为了孙媳的颜面，婉拒了叔伯们的纳妾之言。如今若是真的想纳妾，恐怕要想一个好一点的理由，免得叔伯们与南君之间生了怨。我知道了，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。婆母，这楚玉感激婆母，也想尽尽孝心。若是把她许给仲林，那岂不是亲上加亲？我呢，就是想给仲林找个可心的人。可谁的心啊？可你的心吗？这是给仲林纳妾，还是给你纳妾？上一次就提过这件事情，我就没同意。是，上次太夫人就为郑叔准备好嫁妆了。今日看他操劳，又多备了几份，如今这些足够让郑家人为郑叔找个好人家了。哎呀，
可是仲林常年政务在身，又带兵打仗，已经将证书耽误了呀。这都怪这乔女，若不是她……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。夫人，这是礼单，您看看。是。南君回来了。纳妾一事，你竟然绕过我，找祖母给你呈阳。纳妾一事于情于理都应该让祖母知道，至于祖母做什么决定，不是我能左右的。你知道就好，这事儿你的确左右不了，都是我跟祖母的决定，跟你无关，你不要妄加揣测。是，不敢干涉南君。怎么，还委屈上了？妾不委屈，南君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。那此事就这么办。你忙你的，我接家属。不必了，南君既然已经回来了，我也不能鸠占鹊巢。南君请坐。你没乱动我屋子里的东西吧？我今日在这书房，只是为祖母抄经。南君若是不放心我的话，明天我去请屋抄就好了。我就是随口问一句。我没有以你之意，以后这书房你可以自由出入。表哥信任于我，我定不会辜负表哥。你怎么来了？姨母关心表哥，特意吩咐我给表哥送上羹汤。这天凉，你别到处瞎跑好不好？表哥的关心，楚瑜知道了。我的意思是你我共处一室，有碍你的名声。姨母本就有意将我许配给表哥，要不是乔女从中作梗，此事跟他无关，是祖母的意思。表哥，你就是被他迷惑了。我还不饿，你拿走。表哥，回去，先回去。表哥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来书房。知道了。将军，对面那个绿眼睛的就是秉之，此人天生蛮力，且会驯马。区区100人，不成气候。上！吃我一刀！竟能与将军战个平手，真是厉害！
薛太背靠边州，实力强大，伯牙如何与之相抗？为今之计，只有向康君求援了。当日为一马奴私走，其父母宗族于不顾，如今还有脸写信求援？主公，边州一直对伯牙虎视眈眈，如果此时出兵，怕是会得罪边州啊。况且伯牙临近盘邑，只怕威侯也会误会。兄长，阿范毕竟是乔家的女儿，总不能坐视不管，弃血脉亲情于不顾啊。是。主公才是燕州州牧，此事当由主公决断。你也知道伯父才是州牧，事事都有你，你有何心思挑唆伯父做下如此薄情寡义之事？阿慈，休得无礼。阿慈，你祖父也曾为了保护燕州百姓背弃盟友，做大事者容不得有太多的儿女情长。你还年轻，有些道理不是一时能懂的。得罪边州倒是其次，重要的是魏国。伯牙和盘邑相邻，魏少在盘邑屯有数千精兵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向伯牙派兵，魏少会怎么想？主公思虑的对。此事已决，燕州可以派人接回阿范，但出兵之事绝无可能。女君，南君请您去书房，说是有要事。南君今日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我要不早点回来，怎会发现你如此行径？南君此言何意啊？你动过这匣子了吧？这盒子以后不许碰。这些刀痕是你画的吧？不是我拿起了一下，马上就放下了。是谁用刀子划成这样，我不知道。除了你还能有谁？这房间还有谁能进来？你该不会认为这匣子里有什么重要的军报吧？我今天前来，只是为了归还无量寿经的原本，而且我就怕你怀疑，早早的就跟你报备过了。若是我想刻意破锁，或是想窥探军报的话，我为什么这么早就要把我自己的行动告诉你啊？你提前告诉我，是为了避免你自己的嫌疑。那我也不知道匣子里有军报啊。诚然，我对这个匣子还有军报确实好奇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打开。你我虽为夫妻，但我也不想用这个身份去。闭嘴！还想狡辩？我没有。你们乔家人上上下下都是背信弃义的小人，张口成谎，这是你们家远远的家风。我告诉你，别以为我们成婚了，就能抹去乔魏两家的仇恨。从此以后，你再敢碰我的东西，你就把我滚回康军，记住了吗？女君，没事吧？女君，刚才南君暴怒的走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手怎么这么凉啊？
些小误会。反正我动了他的匣子，你们帮我去查一下，都有谁进过书房？放心吧，女君，肯定给你查个清楚。他们都说没听见、没看见、不知道。我看他们看咱们笑话的时候，倒是全听见、全看见、全知道了。可见他们都是一条心的，事事防备着咱们。如今事事掣肘，咱们得想办法安排些自己人才是。女君，此事可大可小，不如禀告太夫人，让太夫人做主。太夫人也是魏家的太夫人。若是我事事都有求于他，有朝一日他对我厌烦了，那我到时候只能任人宰割了。人人都说我性情如水，以为建立堤坝就能困住我，但是有一事他们没想明白：平坦无阻，才能水流和缓。若是风阻土拦，只会激起高浪。女君，要不咱们还是回燕州吧？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。哎，咱们现在不就是吃哑巴亏吗？自从来了于俊，咱们处处不得施展，窝窝囊囊的，还不如在新都和盘邑呢。最起码遇到事情还有个解决办法。后宅就跟战场一样，比战场还凶残，杀人都不用刀的。既然是战场，擒贼先擒王，跟那个朱夫人还有郑叔多纠缠没什么益处，最后执刀者还是魏少。若是此事没有个定论，后边的日子我只能任他拿捏。虽然我处于弱势，但也绝不能听天由命。这甄直被派往新都修缮堤坝，这杨凤则留守盘邑修筑闸口。当两边工期已毕，这永宁局又可以重新通畅了。哎，工程进行的可还顺利？一回生，二回熟，这二位年轻的时候都参与过，所以此事不难。只是这甄直啊，脾气秉性一点都没变，就算遇到难事，宁肯写信求助于我，也不会写信去求助那个杨凤。你们可是不知道啊，他们年轻的时候闹得更凶，曾经闹到老威侯和乔归那里去。主公是否有心事？要不咱们稍后再议。啊，不必。先生刚才说什么？啊，南君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哎，这匣子你不能碰。我只需要片刻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我说了，这匣子你不能碰。我不能碰匣子，还是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？就因为我是乔家人，所以只能被你们误会责骂，永远不能翻身吗？那你们乔家没错是吗？到底是我有错，还是乔家人有错？我以为我和南君成婚之后，南君会真心待我，没想到处处提防我。就因为我是乔家人，所以把我当成永远的仇敌。可我与南君成婚，并不是为了窃取情报，所以我今天必须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九宫锁上的天干代表数字，不管是横向、竖向还是斜向，集合加起来皆等于15，并于5居中可以组成8种不同的换法。这并不难，只要学过筹算就能解开。
我若是窃取了里边的情报，拿了里边的信物，南君大可把我当作奸细，随意处罚。可如若南君心慈，还念着我们之间的情分，心中生疑又做不了个决定，那不正中了幕后之人的奸计？今日我身为南君的妻子，不得南君信任，以我窃取君宝，他日我与你同床共枕，你难道就不担心我半夜行凶，枕戈待旦吗？今日前来证明自己，就是不想有朝一日那样的事情发生。我可以解开匣子，但是我没有。这匣子里面装的是南君的心爱之物，在上面划刀子，就是在南君的心上划刀子。可是我不会在南君的心上划刀子，因为我会开锁。巧言开脱。刚才南君愤然离去之后，我反思了自己的问题。我碰了匣子，不管解开与否，都是无视你的警告。我有错在先，甘愿受罚，并起誓以后绝不再犯。可如若他日南君忘了怎么解开这匣子，不妨随时来找我。你有病啊？咋了嘛？女君说的有理有据，太让人信服了嘛。怪不得在新都和盘邑的时候能鼓动百姓了。家务事，家务事啊。不过我说女君有水德，说错了啊？特别对。女君如此锋利，哪像水柔和呀？你不懂，水积则远，水积则旱呐。难怪主公叫女君悍妇。你们都给我下去吧。孩子，身为魏家儿郎，生来就该征战沙场。你要像你的兄长他一样啊！论勇武和智谋，我和你父亲都比不过他。莫非爱才是春雨生所种？为何我越战越觉得苦痛？没能得到你许我的平凡表面，那情愿路回到落。如你怀不是缥缈的云风，穿过那迷惘一重重封锁，给我爱够浓，我才会别哭，记住，以后不要相信别人。祖父就是被乔家人蛊惑，才落得今日下场。你现在是个大人了，是个男子汉，听哥哥的话，以后要独当一面。儿郎是魏家的希望。莫非爱才是春雨生所种？为何我越战越觉得苦痛？没能得到你许我的平凡照顾，那情愿路回到落。去入你怀中，而不是云风，穿过那迷雾一重重封锁，这是道生父也
这匣子里面装的是南君的心爱之物，在上面划刀子，就是在南君的心上划刀子。那到底是谁？我愿跨越深海，赴你的